斑驳篱笆，谁守着家人凭思念洒？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青丝变白发。雨雨泪下，回忆沙哑，转眼又一夏。笑颜观堂脸颊，模糊妆纱，苍老了年华。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就让那风再大，吹起了牵挂；就让那雨再下，吹尽了繁华。用一生换刹那，我不会再挣扎。如果爱需要代价，我无法接受路沿途多变化。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用信念换约定，我将爱牢牢刻下。小心点哦，你先到那边坐吧。好的。我2个体温。啊，别担心了。医生呢？医生都死了是不是啊？要给我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多久啊？先生，这里是医院，请你安静一点。我现在马上看医生。怎么了？他吵着要马上看医生，可是前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先生，请你排队吧。谁敢叫老子排队，我就对他不客气。你必须排队。你说什么？我说你必须排队。你不要以为你是护士，我就对你不敢怎么样。我就是在尽护士的责任，请排队。你找死！哎呀！哎！哎呀！你这个混蛋！你混哪里都行，就不要混这里。这里的老大是他。哎呀！他叫你排队就排队，叫你滚蛋就滚，明白吗？明白。坐。哇，人跑去哪里了？胡佳，胡佳，你叫我？你不是叫胡佳吗？哎呀，我都忘了我自己叫胡佳。找谁啊？我找我一个兄弟，他被人砍伤了，听说送来这间医院。什么时候送来？伤到哪里？应该是2个小时前，他被人砍伤这里，还有这里啊。那么严重？可是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伤成这样的病人。是吗？啊，一定那些家伙搞错了，我一定会回去给他们狠狠地揍一顿。你怎么那么暴力，动不动就打人？我跟刚才那个家伙一样啊，都是混混。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用刀子威胁女人的。刚才，谢谢你，不用客气。小妹妹，跟着我啊。怎么无端端跑来医院？难道是为了见他？ Mr. Foreman, I've waited for you for half an hour. I was on my way to look for you personally. My apologies. The Attorney General summoned for me at the last minute. I was therefore unable to meet you on time. I've heard that you plan to prosecute Lim Tua Tao for murder. You are right, Mr. Foreman. You're well aware that this is not my instruction. I've read through the related statements. Lim Tua Tao has clearly admitted for killing the deceased. How can you handle a case by reading through the statements? I want you to stop this idea immediately. I'm sorry. The case is now under my charge. I've already reported this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Everything shall rest on his decision. I'm sorry. I've said something on.
玲姐，你去哪里了？他敲锣打鼓找你，你知道什么事吗？还不是有人来嚼舌头，说你的坏话。你等等，我进去看看他醒了没有。海叔，你很难请，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去探望弹指头，弹指头问候海叔。你在我门下多久了？10年了。这些年，你也为小一堂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你老实跟海叔说一句，我有没有亏待过你？没有，海叔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有，我有亏待你。我年纪大了，外头的生意都交给你们去打理，尤其是你，要帮我看住生意，也要跟七宗门抢夺地盘，很不容易啊。其实我应该识趣一点，退下来，让你坐上这个当家的位置，你说是不是？不是的，海叔，你永远是我们的当家，我们小一堂的兄弟全都听你的。我看不见得吧，外头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是瞒着我去干的，你们根本不把我这个当家放在眼里。你不要以为我每天不是打牌就是吃饭、睡觉、看戏，外头有很多事，我还是知道的，所以该请示的最好是请示，该交代的最好是交代清楚。要让我查问起来，那就很难看了。该请示的最好是请示，该交代的最好是交代清楚。要让我查问起来，那就很难看了。阿玲，海哥，我嘴巴很淡，你去把红毛鬼送来的巧克力拿给我。哦。海叔，我有件事想要跟你报告。有什么事起来说吧。不，这件事我们事先向海叔您请示，就私自行动，等我报告后，任海叔您惩罚。海叔教过我，对付敌人不必留情，要以牙还牙。之前七宗门的白狗抓了弹指头的妹妹，想要诱杀我，结果被我杀了他的手下。弹指头替我扛了杀人罪，我知道海叔已经设法救弹指头，可是白狗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他算，那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所以我不想惊动小一堂的兄弟，只叫了铁齿帮我以牙还牙，抓了他的儿子，跟他要了一笔救命钱。我用那笔钱去收买红毛主控官，好让弹指头能逃过死刑的审判。这白狗可是七宗门的大将，你抓走他的儿子，跟他要了钱，还把钱拿去收买红毛高官，这可是翻天覆地、令人咋舌的大事。我们小一堂发生如此大事，我这个堂主一点都不知道。那是我跟白狗的个人恩怨，我不想海叔扯进来。哦，原来是番孝心。海哥，巧克力来了。
这洋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阿佳，你也过来吃吧。不了，海叔，你吃吧。我要你吃。海叔叫你吃，你就吃吧。起来吃。怎么样？好吃。好吃就吃多一点。够了，海叔。吃。继续吃。胃口那么大，几粒巧克力怎么够？全部给我吃了！算了吧，吴家跟你那么多年了，你就别为难他了。男人在做事，什么时候轮到女人说话？连海树的话都不听了。当然不是，我是。能让你吃子弹，你要给我记住，永远不要动红毛人的主意，他比我们厉害，随时会把小义堂给消灭掉。还有，除非有一天你当上堂主，要不然不要自作聪明，这可能不是你的第一次，但是绝对是最后一次。下一次我就不给你机会了。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513事件过后，政府就向总商会施加压力，要求把年终的学校假期提前。政府以为关闭学校就能让我们屈服，但是我想问各位，我们是那么容易就被吓倒的吗？不是。我们是那么容易就会屈服的吗？不是。不是。学校一天不复课，我们就一天拒绝离校。美燕说的对。政府要我们放假，我们偏偏不放，我们继续上课。学校的课室关闭，我们就天天在这里上课。老师不够，还有外头的义务老师，像洪当勇老师，就已经答应为我们上物理课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张明老师继续为我们上课。老师好。大家好，坐下。上课之前，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现在，不只是我校学生要求复课，这团火也烧到了其他学校了。洪老师刚接到消息，说侨中的学生要进行绝食，直到政府同意，马上让学校复课为止。绝食不落人后，我第一个响应绝食。潘志明。人家是不自由无宁死，你是不吃饭无宁死，你受得了诱惑吗？尊严比吃饭更重要，我发誓绝食到底。不过大家得一起跟我行动才行。大家给潘志明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热烈的掌声。
这些才10几岁的孩子，不屈不挠的为理念，为被逮捕的同伴奋斗到底，真是让人感动。可是光靠这些孩子还是不够。那当然，我们已经积极的在争取其他社会人士的支持，包括其他学校的学生、家长、商家，还有华族地方领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动员整个华社，一起反对殖民地政府。你指的我们，是工会吗？还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更强大的力量？有人秘密接触我了。你是指地下分子？刚勇，这可是会被逮捕的。我知道，殖民地政府一定会不惜一切消灭反对的力量。我多次带领罢工，就算我不跟他们接触，我已经是政府的眼中钉了。我已经做好了被捕、坐牢，甚至驱逐出境的准备。你怕吗？不怕。不管你坐牢，还是被驱逐，我都要跟着你。潘先生，学生这次的行动是为了要向殖民地政府表示抗议，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家长们的全力支持。哎呀，读书就读书嘛，搞那么多事情干什么呀？一下子抗议，一下子游行，现在啊还留在学校不回家，搞什么绝食啊？潘先生，绝食只是同学们的提议，老师们担心学生们的健康，还没答应。家长们的顾虑，我们绝对考虑。潘先生，您放心。放心？我怎么放心啊？哎，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3代单传呐。志明要我跟你说，他长大了会好好照顾自己，你不必为他操心。放屁！他一天最少3餐，少1顿都不行啊！总而言之，你叫他马上回家。大头家，你又在宠你的宝贝儿子啊？还好你的宝贝儿子啊，像个男人，不是缩头乌龟。你应该高兴地跳起来才对啊，反而叫他不要跟大家一起共进退。你怎么当人家老爸的啊？哎呀，嘉哥，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个儿子啊，从小就吃不了苦的。你是大头家，你儿子是小头家，有钱子弟，谁愿意吃苦啊？我还记得他小时候，连女孩子都打不过，动不动就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现在不一样了，还跟大家一起去游行抗议，还绝食是吧？绝食只是学生们的提议，老师还要开会讨论的。上次他说要去游行啊，我已经很担心了。后来啊，还抓了几10个学生，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呢。潘先生，志明和同学们的行动就是要去支持那些被逮捕的学生。你怕红毛的话，就是你没种。难道你要你的儿子跟你一样没种吗？你现在叫他当逃兵，背弃其他的同学，那他以后啊怎么抬头挺胸做人啊？男人如果无法抬头挺胸啊，他一辈子就完了。你这样不是爱你的儿子，是害你的儿子啊！你明白吗？问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明白，我明白。老师，他现在明白了。谢谢你，潘先生，谢谢你的支持和理解。总之，你们保证把我儿子安全的送回来就行了。那是一定的，确保学生的安全是我们做老师的责任。刚才幸好你及时赶到，要不然我应该被潘志明的爸爸轰出去了。谁叫我这个人啊，爱乐于助人，见义勇为，打抱不平啊！我是不是很不要脸啊？你让我想起一个人。我让你想起谁啊？你和他不止名字很像，连说话的口气也挺像的。如果他考试考到好成绩，他会说：“谁叫我天生异禀，聪明过人。”如果他用弹弓打下树上的果子，他会说：“我果然是天生的神射手。”如果他跟别人打架，他会说：“
谁叫我爱打抱不平、锄强扶弱？原来这世界还有那么多马不知脸长的人。对了，你还有没有其他学生的家要去啊？有。要不要跟你一起去啊？这一带都是我的地头，只要我在的话，我保证没有人敢跟你大小声的。不用了，不用了。你不用客气啊，我说了嘛，我爱乐于助人嘛。真的不用了。啊，我知道，你是老师，我是流氓，一正一邪，怎么能一起出现呢？我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最好，有这个意思我也不会怪你。我们这些流氓，就像瘟神一样，最好避得多远就多远。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的。张敏，你说了谎，你心里想什么早就被他看穿了。他知道你不想让一个流氓帮你威胁家长。福气，福气，来吃饭了啊！这只狗叫福气。是啊。你的狗？不是，只是一只流浪狗。是谁给它取名字叫福气？不知道啊，大家都叫它福气。这几条街上啊，叫福气的狗起码有3只了。我小时候家里也有一只狗，叫福气。是吗？它也是只流浪狗。是我弟弟把他捡回家的，所以他跟我弟弟的感情最好。后来怎么了？后来我弟弟和福气都不见了。如诗的年华，乱之中太奢华。姐，福气是不见，但你弟弟就在你面前。可是他已经变成流氓了。我说，跟你很像的那个人，就是我弟弟。谁的手帕雨中牵挂？不如设法提早给他。你很想你弟弟？想，很想。那你当我是你弟弟？好啊。你说什么？我说好啊。你真会开玩笑。不，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个流氓，怎么配得上跟你称姐道弟啊？对不起。干嘛跟我说对不起？我不应该看不起你。你也看不起我吗？口里说没有，其实是骗人的。你都看出来了，对吗？你看不起我，想要避开我，那才是正常。把我当弟弟，那才是不正常。有些事正常，却很不正常。不正常，才是正常。世人的眼光，往往只能看到表面。好人和坏人，却不是单凭表面就能分辨的。你果然是老师，说的话都那么深奥，我越听越糊涂了。我以后就当你是我弟弟。那我不是要叫你姐姐？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不愿意啦。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要我叫你一声姐姐，先包个大红包再说吧。大哥，大哥，什么事啊？
蛋子哥被控上法庭了。什么时候的事啊？昨天，他被控杀人了。林大头杀人一案今早过堂，被告林大头被控在今年5月10日杀死李天宝，被告表面罪名成立，将面对死刑审讯。喂，他在看什么？蛋子哥的新闻呢？蛋子头怎么了？林大头被控杀人，林大头就是蛋子哥了。啊？还有什么？哇，很复杂，很难说啊。是很难说还是没办法说啊？不识字还跟我装？你懂个屁呀！认识字不一定看得懂新闻的，上面用的字很深的，跟我们平时说话不一样的。你看嘉哥，越看眉头越皱啊，一定是有看没有懂。你乱讲。大流氓连红毛话都会说，何况是我们唐人的新闻。嘉哥会说红毛话，我看你是把嘉哥的梦话当成红毛话了吧？你神经病啊！他说梦话，我怎么可能听得到？如果你跟他一起睡，就听得到了。你找死！糖水妹，给我一碗芝麻糊。啊？芝麻糊。你不是不吃芝麻糊的吗？嘉哥说他要喝芝麻糊，你就拿芝麻糊给他了。哦。嘉哥，新闻写什么？蛋子哥真的被控杀人了，我听说杀人罪要被吊死的。还有，上次白捆那笔钱，不是说要用来救蛋子哥的吗？我被耍了。谁敢耍嘉哥你啊？红毛。红毛人啊，那就麻烦了。红毛我们惹不起的。嘉哥，你打算怎么做？我打算怎么做，需要告诉你吗？那我好有所准备啊。让你好有所准备，告诉海叔啊。不是啊，嘉哥，我对你一向都是忠心耿耿的。忠心耿耿啊！忠心耿耿，忠心耿耿，去你忠心耿耿！你想踢死他？你还有脸跟我说忠心耿耿？我告诉你，对我忠心耿耿的只有蛋子头。你们都是混蛋，没有个可以相信的。嘉哥，我也是没有办法的。海秀他一句，我是当家的，还是胡家是当家的，我能不说吗？谁叫我是小鱼堂的人呢？谁叫我在官邸前面发誓要绝对服从当家的？嘉哥，是蛋子哥带我出来的，他是你的兄弟，他也是我的大哥啊！我是跟你一样担心他的，只要可以救他，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去啊！就算这一次还是拿家法来对付我，我也绝对不会泄露一字半句的。嘉哥，我铁齿向天发誓，我如果泄露半句话的话，我就无。逼了。兄弟要讲个信字。Why haven't we reached yet? Hey, we're supposed to be going to Clifford Pier. This isn't the route to Clifford Pier. Okay. Who are you? Where's my driver? Okay, okay. Stop the car! Stop!
Hi, we meet again. 下车。Let me warn you. What you're doing is against the law. You better send us back to the pier right away. Before I call the police. Mr. Foreman, you took my money, but you did not fulfill the task. And yet, you want to snag back to your hometown now? So, this is the price you have to pay back! You won't be so lucky next time! Sir, please believe me. I didn't expect that things would turn out this way. I tried with all my might to protect your friend from getting prosecuted for murder. But the case got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rosecutor. He overturned my decision and got the sup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prosecute your friend for murder. It's really beyond my control. Who is that person? He's Chinese like you. He's just returned from Britain from his studies. His name is Stephen Chong. Stephen Chong? 谢谢。敬这世上最漂亮的小姐，能认识你，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我想最幸运的人应该是我吧。今天除了被请吃饭，还有听不尽的好话。当然了，你可是我未来的另一半。有件事，我想跟你分享。我想加入政党。加入政党？我想加入劳工阵线，并参加年底的立法会选举。为什么忽然有这个想法？其实一点都不突然。我始终觉得，要改变新加坡的政治现状，就要通过政治解决，用民主、温和的手法争取权利。这一点和你哥哥不一样。他采取的是走上街头的暴力模式，我认为这只会带来混乱和不安，并拖慢独立的脚步。不过，人各有志，我尊重你哥哥的抉择。只要你觉得这是正确的决定，我一定会支持你的。谢谢你。如果我在明年的选举胜出，我们就结婚。我爸妈天天悼念着要快点抱孙子呢。明慧姐。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啊？我看你念念有词的，所以不想打扰你。哦，没有啦，我就看今天月亮那么好，就想拜拜一下，请月亮娘娘保佑。保佑你找到你的如意郎君？才不是，我只是在担心。啊，算了啦，明慧姐，今天只剩下红豆汤喽。那就红豆汤吧。不过先声明，这次你一定要收钱。我不是说了吗？以后只要你来喝糖水，一律不收钱。我是买给爸妈喝的。你爸妈不是我爸妈喽？嗯。我们两个是不是情同姐妹？那我很自然的就会把你爸妈当成我自己的爸妈啦。既然情同姐妹，那你有心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哪有什么心事啊？你刚才欲言又止的，还说没心事。你跟我来。坐下来，慢慢说。其实那也不算什么心事啊，就是大流氓啦。其实我看他这个人心底不坏。哦，对，我跟你说，他虽然是个流氓，可是不像其他流氓一样就会欺负弱小。有些街坊有困难交不出保护费，他也不会喊打喊杀的。其他帮会的流氓来惹事，他还会帮街坊赶走他们。那你为什么不劝他走正途？他们一旦入会，就发誓一生是帮会的人，不得反悔。
没有回头路的。要是谁敢叛会，会死得很惨。可是他在黑道打滚就算了，他干嘛去招惹？怎么又不说了？我不能说的。为什么？他叫我不能说。你那么怕他？我不是怕他哦。啊，算了啦，反正他死是他的事，我不管了。那好吧，既然你不想说，就不勉强了。我走了。明慧姐，你帮帮大流氓吧。你读过书，懂得多，我真的很怕这次大流氓会惹上大麻烦呢。不然你就当帮帮我好不好？好吧。大流氓！喂，睡着啦？喂，你没看见我眼睛张得像果粒一样大吗？那你干嘛不应我？懒得应你。你现在是很讨厌看到我是不是？我就算是看星星、看月亮，也不要看到你。胡佳，你不要太过分。喂，贴你屁股。不要这样叫我。哎，习惯了嘛，大家那么熟了。谁跟你熟啊？俗语都有说啊，一吃生，两吃熟。我们已经见了4、5次了，熟到烂了。总之，以后你叫一次，我打一次。唐婶妹，你带他来干什么？明慧姐有话跟你说。我去泡茶，你们两个慢慢谈。今晚月色那么好，我们边聊天边喝茶。喝茶赏月，中秋节啊！你找我什么事啊？你知不知道唐水妹很担心你？担心我？为什么？担心你闯祸。神经病！他一向知道我闯祸当饭吃的。你如果真的要救弹子头，就应该帮他请个律师为他辩护，而不是去收买、去贿赂。唐水妹要不是因为在乎你，也不会叫我来劝你。如果要救弹子头，就要请律师。谁不知道啊？你帮我请啊！如果有哪一个律师可以拍胸口说肯定打赢这场官司，我多钱都给。所以，你收买主控官，你怎么那么笨啊？什么那么笨？我说你笨，你知道你这样做可以被逮捕坐牢的吗？像你这么说啊，监牢早就爆满了。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花花绿绿的钞票才是真的。从小警察到高官，有哪一个不吃钱？我老实告诉你，要不是换了主控官，弹子头早就没事了。突然间出现一个叫什么 Steven Chong 的家伙，乱了我的计划。Steven Chong， 怎么反应这么大？你认识他？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你帮我拉线啊！你连他也要收买？当然啦，我已经找到中间人帮我拉线啦。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中间的费用我给你，怎么样？你认不认识他？不认识。切，早说嘛，浪费我的口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收买的。你如果不想惹麻烦，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是啊，你应该听明慧姐的话，不要到时不止救不了弹子头，还自己惹祸上身。你这个大嘴巴啃回来了。我只跟明慧姐一个人说，谁叫你不听我的话，我才请她出马。叫他出马有用吗？她读过书，懂得多，你不听她的，听谁的？读过书又怎么样？读过书的人就不会乱放屁啊！你真的是一个大混蛋！你看，读过书的人破口大骂人家大混蛋。你该骂。唐水妹担心你的安全，担心你丢了命，你却把她的好意当成理所当然。哼！我告诉你，我这是烂命一条，早就已经死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捡到了。我想做的事，就是皇帝啊，也阻止不了我，更何况是你踢你屁股。
你走了，你再不走的话，我踢你屁股啊！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我也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还不走？不可理喻！唐水妹，你把我当姐妹，就听我一句话，马上和这个人划清界限，不要再为这个人蹉跎你的青春。听到了没有啊？他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全都是废话，这一句才是对的。不听替你屁股炎呐，吃亏在眼前呐。走，明慧姐，明慧姐，你就不要生气了啦。你听我说，大流氓不值得你对他好，不值得你为他付出感情。你就别气他了，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也说过啊，他其实心地不坏的。我说错了，我现在收回那句话，他坏透了。明知道你对他好，明知道你关心他，他却一副吃定你的样子。不是啦，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从第一天认识我，就说我臭，说我丑。不过，我以前真的又丑又臭啦。虽然现在也没有好多少。谁说的？你那么漂亮，人又好，还怕找不到比他好100倍的人吗？就算是好1000倍，我也不要。其实是我不要脸了，整天缠着他。明慧姐啊，不如你先回去吧。我好像漏了家里的钥匙。你呀，死心眼。去吧，去吧。谢谢你啊，明慧姐。你知道你这样做可以被逮捕、坐牢的吗？他在乎我被捕、坐牢吗？当然在乎啊，要不然他怎么会来劝我？哎，开什么玩笑？他会在乎你？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珍珠宝贝啊！喂，吓死人了你！你不是连打都打不死的吗？这样子就能吓死你？你没听过人吓人吓死人的？你刚刚在嘀嘀咕咕什么啊？你怎么那么烦啊？你不是离开了吗？干嘛又回来啊？就这样走了，我的茶不是白泡了吗？我回来喝茶的。你都说了，替你屁股读过书，他肯定懂很多。他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金玉良言你懂不懂啊？就是人家说什么都是对的，所以你一定要听进耳朵里，不要跟我这种人来往。既然是金玉良言，那你为什么不听？我怎么一样？你怎么不一样？我是一天混一天，今天不知道明天事。今天可以躺在床上，明天可能躺在棺材里。你就不一样了，还有几十年要过，要嫁个好老公，要生孩子、抱孙子，变成牙齿掉光光，皮肤皱得像老太婆。你闭嘴啦！我不是来听你废话的，我是来喝茶的。喝个够了，喝够了就走，不要吵我睡觉啊！喂，他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啊？什么向左走向右走啊？踢你屁股啊！他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刚才右边吧。那里有个神经病的，常常跟踪女人的。小屋包窗纱，迎来了晚霞。眼看夕阳正要躺下，吩咐泪抹吧，默契都散洒，还望手帕带我穿